要退出一下，你这卡住，我这个为啥这样子啊？你要卡住退出，重新进。这是没吃过的，我啊，还有这哥们儿啊，我们俩用自己的号儿。啊，你有啥问题啊？好像没穿认识。你跟他商量不能。你的号？我自己的号。我知道，就是微信的。对。微信的。就微信视频号。你那个那什么号太麻烦了。我先发一遍。深圳天文吗？没有，深圳天文这得拿专业设备来好吗？看看也挺好的。拿来影像。对，发到朋友圈里。还有直播呢，你过去就在里边呢。我先放点我先。你发你的吧，我没选好。没看到。我发朋友圈了。朋友圈也有。你那个今天结束吗？啊，你那个大概还有3天吧，3、4天这样子。现在就发那个。
广告很够。这法律宣传的。对。大体的结构什么的都一样。放这会更好一点，因为刚好有反光，然后会字一个字看得清。这个还好一点，也不小，差不多，至少还大一点。还有像这，这个也反对。你进去没有？没有。今天被恐怖。那天我在装的床，今天没有去。你有什么打算？我没啥打算。我这不是等他让我去那个什么去了？啊？那个去西班牙去了。那个想学的。像那个美国党说大概是7月的中午。反正这边人写的，因为这个新设备很大。我们从网了，你再你是装必须了，反正你必须说。到时候从2人组3现在人，咱们可以以后就这样。他们不给你报。报一起。所以说，人家做了的话，我觉得600多就不足够，真的。还有这个，他那个是我们是缺钱的，缺钱我们就是为了上班，基本上就是啊，没有看。也不只是还是河南的，比如说飞机现在的。你说那你还可能就是在家里，你看他丈夫也是在老家嘛，那他这种这个，他拿了一个狗，是吧？是吧？应该要1个小时，因为小声一点。对呀。你拍照主要是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啤酒。那你现在主要是拿啤酒干嘛？这是没怎么吧？那个很快就航回去了。啊？那很快就航回去了。这个不是你买的吗？不是，那你自己的手机呢？我这个第7年。我也是喜欢，一般比赛的，上去就打
帮还高，增高改变女生跟小孩的。我们那儿那个地儿不是那边，就是那个叶子哇，它是加王的那个，那大另有大葱的，它那个不一样的，加起来啊，比如说。他那个，但是他那个我觉得还可以。你要是买特别高，你就买这个，就咱们说上个字一人但是没这么高，按6反正有点高，我不愿意高。我那个因为3层，还有6层中式，它那床是6层的，跟过去的床还是过去的床还是那个床的很好，它一直不像这个方面的方面，然后3个人你中间费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人有风雨看到的是对。我感觉他发也讲了，拉是一边什么样？我真是啊，2层，但是他那床太大，床上有这个一点，所以他俩草是在哪？是吧？哦，这个是没有完整的，那好烦的，对，自己上海明年我是自己买的，为什么没有？所以呢，叫上上次我去就没有在就没有出去的。在外面，这边不，不是你肯定动我反正。那手还挺轻，对呀，还挺舒服的。我看你要当那个人比他们还熟悉。咱们这个，但是你要是干，我还有那9月不一样。只要是你上哪大家下午好，我是神山市天文学会的徐老师。
然后本次活动呢是由深圳市天文台、无线电图书馆还有深圳市天文学会联合举办的天文系列科普活动之一啊。今天活动的流程就是接下来让那个林云老师来讲一下手机的拍摄星空和这个萤火虫，然后他也会讲一些用单反和微单相机拍摄的一些入门知识。然后呢，他讲座完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合影，之后给大家这个一些提问交流的时间。然后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小礼品，到时候这个积极参与这个交流互动的这个朋友们的话，我们会给发一些小礼品啊，数量有限，到时候看那个林老师提问的时候，大家积极的这个响应一下。那下面就有请那个林老师来开始今天的讲座。大家好，我叫洪杰，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怎么去拍星空和拍萤火虫、拍星轨这些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一些题材。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林云，网名叫爱上一狗，我是华为视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这个深圳企业家协会摄影协会的这个会员。我比较喜欢那个手机、人文、风光等等的这个拍摄。手机作品呢也是作为那个华为或者荣耀的这个发布会的一些样片发表。这个也是基本的一些介绍。后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怎么去用手机或者相机去拍星空，它们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样的一些技巧。今天这个讲座我会讲哪些内容呢？就是我们拍星空之前还是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的。它有需要哪些装备，还有要做什么前期的一些准备。接着就是这个星空，我们肯定专业的还是要用相机去拍更好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相机怎么拍，接着也会着重讲一下怎么用手机去拍，因为这个手机大家的这个工具你看就更加容易获得吧。就是比如出去玩的时候，去什么丽江去哪里都可以去拍一拍。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基本的这个后期怎么处理。接着就是这个萤火虫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一个题材。这几年这个生态很好了，在深圳也能拍到萤火虫深圳有不少地方能拍到萤火虫的。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哪里可以拍，怎么拍。接着现在这个手机也是很厉害，就是它也可以拍月亮、拍极光我也会简单介绍一下怎么去拍这两个题材。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一般星空摄影是分为两个，一个就是这个星影摄影，它是什么呢？就是一般是把这个由一般拍银河加上这个地景，就是比如一个像个山一个树或者是一个人这样子，就是有景还有这个银河在一起的，这样子的话就叫星影摄影。还有一种呢是很专业的，用大望远镜用赤道仪来拍那种深空的那种星云，拍那个星星的那个星云的那个颜色，这个叫深空摄影，这个很专业，今天我们就不介绍首先就拍这个星影摄影，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装备？如果是专业一点的。首先我们需要一台全幅的相机，最近几年，这个相机的这个拍照能力都很强的，只要是新款的都问题都不大，这个5年10年之内的都可以没问题的。然后最好是有一个大光圈的镜头，最好是 f2.8 机或者更大光圈的镜头会拍得更好。但是你有那种 f4 的镜头也不是不能拍，它也能拍出来比如我就有那个14到24的2.8的这个超广角的这个镜头，还有20、1.8、35、1.4、50、85、1.4的这些定焦镜头，它这个呢就会拍的那个星会更加清楚。光圈越大的话，
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拍的画面就是比较干净。然后至少有一个三脚架，这样的话，因为拍星空不是说我手持就能拍的。当然，你现在的很多手机手持也能凑合能拍出一些星星来，但是如果要拍高质量的，还是要有一个三脚架或者是一个手机三脚架，没问题。还有比如还需要备用的电池啊、充电宝啊，这个是为了能够长时间去拍的。因为一般我们去拍星空都会在比较高寒的一些地方，会比较冷，那时候就需要一个充电宝。另外的话，可以有一些那些道具，比如我们有台灯、LED 头灯，或者是一个手电，就可以给这个前景啊，比如前面的这个或者是辅助对焦，它更有这个在这个帐篷里面点一个灯，然后就搞一个帐篷，超过30秒，长时间去拍，这样的话这个画面就会更干净。这是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拍法。当然，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手机，再加一个三脚架，也可以拍出能够发朋友圈，能够让大家哇的一声的这样的一个星空啊。就是有时候，比如你去哪里玩，我没有带这么大的三脚架，也没有带那种小小的手机三脚架，那怎么办？我就找几块石头，把这个手机搁在地上，也能拍，我也拍过啊。这个人的这个能动性是很强的，就是我们要利用周围的一些东西，找几块石头也能拍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因为银河的大小是一样的，不管你在哪里拍都是一样的，所以不同的焦距能够拍到的银河的这个范围是不一样的。比如这个超广角14毫米的这个银河它就可以拍到这个整个银星很长的一个长条。这时候就一般就会要有一些地景比如前面是一座雪山，或者说我这个是个沙漠这样子就比较好看，就不能单纯的拍一个银河，这样会比较单调所以要结合地景。一般构图上的话，这地景就占3分之一这样一个水平另外呢，这个星空就占2/3这样子，差不多中焦距35毫米的这个焦段，35毫米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手机的1.5叉这样的一个水平或者是用1叉也可以，这个银星就可以完整的去表现下来。然后，如果你想要拍一个银河的特写，比如拍那个这个银河这里面有个玫瑰星云就整个银河的银星，比如我就用85毫米去拍这个银星，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银星拍得比较清楚。我们拍之前。并不是说盲目的就去拍，不是说我到了某个地方，我想拍就能拍的很多地方是不能拍的，比如深圳，我在这个福田肯定拍不了，那可能要到这个西丰的那个暗夜社区那边才能拍。就是在哪里拍，什么时候能够拍，我们需要一些工具来进行去查询，这样的话才能很好的去拍出来。这个有几个 APP 大家可以记一下，一个就是一个天文通这个天文通呢，它就会有每天的观星指数是什么样子的，它也会做一些预测。另外的话，什么时候这个银河出来，什么时候这个下去然后什么时候月亮出来，什么时候天黑，什么时候天亮它都有这个指示还有它可以看到。有一种 AR 的方式，它能够看到天上的这个星星的这个排布我举个例子
它就会有一个星图在这里面，就是天上的星星，现在是白天，所以看不到，换一个时间，你就可以对着天空啊去找到，你看到天上那颗星，在屏幕里面就会有个对应啊，这个是叫天本聪里面最后右下角最后一个图标就是星图，而且是每个星座它会给你一个提示。它就很显眼的一种方式就可以看到，很方便的去看到。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天气啊，比如未来这个3天的天气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日出日落、日出日落、银河升起、降落的时间，我们一般就用这个地景天气这个 APP 去看，它就会有提示，比如银河是从哪里出来，从哪里下来。每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下来，它都有一个指示，很方便，而且能够看到这个天上云的这个情况，可以做一个预测。未来3天有没有云啊？比如我发现明天晚上这个天空这个能见度非常好，然后没有云。那我们就可以准备比如到明天晚上就可以去哪里去拍看星空了。还有一个更专业的就是这个 Windy 这个应用，它主要呢就是看这个云的这个量，它可以预测它预测很多这个天气的信息，比如这个云啊、雨啊等等的这些信息。我们主要看的就是这个云量，还有这个能见度，还有这个信用胶等等这些信息。因为能见度的信用胶你是决定了你看这个星星是不是清楚即使你没有云，如果你这个能见度很差，那也是拍不出来的。然后有了这些工具，首先我们要知道哪里可以去拍。我们拍星星一般这个要什么样的一个条件？首先没有云这是基本要求，而且是要够暗比如这个福田这种光污染很厉害，那我们是拍不到银河所以要到一些很暗的一些地方，比如山里面或者西部或者说在这个西充的这个暗夜社区也可以的。就越高越好，高的话就是离星星越近，这个空气就会越稀薄，这样的话它就能见度会更好。越干越是，如果你的空气湿度会比较厉害的话，那个星星也是看不清楚的。比如在海边就不如在这个高原上那个比如或者沙漠里面看得清楚。越热也是更好的这个是我去过的一些地方，给大家去看一下。西藏肯定是很好的，还有沙漠。广东的话就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比如这个河源有个叫野猪藏的，还有惠州有个大南山的，还有韶关有个青河洞，还有成都柴门、清远有个桃花湖最后的3个就会比较容易到达，就是说特别是最后一个清远的桃花湖，就是在一个湖边开车过去就可以了，也不辛苦非常的舒适。其他的可能要跑到山上，可能还会有点冷。在这个桃花湖比较好，但有个问题就是它在12点之前它有这个临时的灯光所以要12点以后它就没有灯了，就拍得很好。然后我们简单一点的，我们可以到这个西充这个国际暗夜社区去拍。这边现在这个灯光做了改造以后这个也是能看到银河的，也可以拍出还不错的银河的照片。还有深圳天文台也是一样的。在哪里去？就是某一个地方，在某个时间，比如今晚、明晚，然后后天晚上，它是不是很适合观星？就在这个天文通里面，它会有个观星指数。比如这些就是不适合去观星的，但是到了这些绿色的，就是比较好的，黄色的呢还凑合，就可以通过这个就可以知道哪里去比较合适去看星星。然后
也不是说什么时间都能够拍那个银河的。一般来说，银河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地球是在这个银河的，不是在中心，不是在银河系的中心。银河大家知道像一个扁平的一个像个铁饼一样啊。我们地球是在这个中心偏，不是在中心的，是偏外面一点的。所以我们地球在上地球看的话，有一面是很多星星，有一面是星星很少的，它是一个环那样子。我们这个很多星星呢，我们就叫银星。银星呢，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看到的，就是只有在夏季才能看得清楚。一般来说，这个黄金季就是从5月底到9月底，这时候就可以完美的看到这个银河的这个中心，就是密密麻麻的很多星星的地方。特别是6到8月，它是一个顶峰期。就6到8月的时候，我们天空已经暗下来，慢慢的这个银星就会从地平线上慢慢的出来。然后6月份，我们现在大概晚上9点多，就从这个东南角就可以慢慢升上来，5夜就升到半空中，然后慢慢的就会往这边降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7月就会再往前一点啊，它大概规律就是这样的，银河每天都比前一天提前4分钟升起啊，这是一个规律。每个月会提前2个小时，这样子，大家就可以估算。但你可以用前面我讲的这些 APP 的工具来查到某一天什么时候银河出来啊，然后你再看一下什么时候这个月亮出来，要避开这个月亮，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啊。这个句子就不讲了，比如这个6到7月是从晚上9点钟到凌晨2点。这前半夜就会能够拍到银河，就不用熬夜到了12点就可以睡觉，就比较舒适一点。但是到了后面那比如就比较前的比如3到4点的时候，到凌晨就才能看到银河，这样的话就会比较辛苦啊。现在是比较适合拍银河的时间然后。如果那天有一个比较大的月亮，也是拍不成银河的，因为月亮的光会把这个银河很暗淡的这星光冲掉，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个月历，这个农历就是要在月初、月末的时候才适合拍银河比如。6月份，6月中这个时候，这14到13到17号、18号这段时间都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这个月亮很小，是一个弯弯的一个月亮，或者是没有月亮。但是现在那个月亮比较大的，这也不适合所以一个月里面能够拍到银河的时间也是有限的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天文通去查看但是你看这个农历。是初几或者是你可以知道今天有没有大月亮比如上弦月的时候，如果是一个17月或者财月，就没有什么月光，这个时候全天都可以拍。但是如果是上弦月那就午夜月亮就落下，那前半夜也可以拍。如果下弦月，那就午夜就月亮升起来，那就只适合拍这个日落到这个凌晨的时候。但是如果是这个15，那是满月，那肯定拍不了了。当然也不是说有月亮就完全拍不了，在一些高原的地区、高海拔的，它空气特别干、特别冷它月亮的那个光线。它其实对这个银河影响没那么大因为空气里面的水蒸气很少的话它就
不会那个月光影响不大。比如我这张照片是在这个西藏拍的，这个月亮已经出来了，但是银河还是能够拍得很清晰。这个不是合成的，这是一张照片。而且这个时候，这个月光还可以对前景，比如对这个前景的雪山来进行一个补光。如果没有这个月亮的话，前面都是一片漆黑，其实这个照片也不好看。有合适的这个时间了，然后我们看今天晚上有没有云，如果有云也拍不了，那我们就要实时去查看这个天空的这个云量，还有这个光污染的情况。比如刚才讲的天文通可以查到这个观星指数哪里它有没有云，或者是查这个地景天气或者 windy 里面它可以预测比如今天晚上有没有云明天晚上有没有云，就看这个这个云它这个是一头这个是高一点的云跟低一点的云如果这个地方完全是空的这个数量是这个0%无的，但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但是如果你有5%也凑合能用少于20%都凑合能开。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光污染的情况比如这个广州、深圳、香港这边都是光污染严重的一些地方，不行就这种蓝色的或者说这个灰的这个才可以去拍。然后我们具体几点几分去拍，那我们就要去通过这个 APP 去判断银河升起、降落的时间，还有它的具体的方位。比如这个地景天气就非常直观的就比如我们滑动这根线，就可以看到在几点几分，我这个银河这个是银河银河这个是银星它这是那个分子，它的位置是从哪里出来？它这样的，它就会这样子慢慢的往这边转，每天都是这样一个状态。一般来说都是从这个东北，然后往这个东南去，从东南到这个西南这样子去转这样一个过程。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太阳下山以后也是不适合拍的，要等这个天文光，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才适合去拍。一般就是，日落以后，或者说日出之前，大概2个小时，1.5到2个小时才适合。然后我们前面这些都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开始拍。那我们首先要做一些参数的设置。这有几个条件一个就是基本的白平衡。我们这个也是有个人的喜好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设置到4800K 这个色温。这样的话，拍出来的银河呢，就是也不是太蓝，也不是黄的这个颜色会比较养眼一点。但如果月亮拍出来之前，那可能就要晚，但是天空会变得很蓝，那我们就会需要把这个色温再往比如5500K 这样去提升。但我们一般都推荐用那个 RAW 格式去进行拍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后期的时候可以去调整你这个照片的这个白平衡，就不用这样的话，免得你用的太赶的话，同心塔就会画成损失很大。那我们这个快门速度呢，也是有一个原则的，就是你用的这个镜头焦距越长，
那这个快门就要略短，否则它就那个银河它天上的星星是在动的嘛，那你时间越长，那个星星就会拉出一根线来，就不好看了。我们一般有个500法则，就是最长的曝光时间就是500除以你对应的这个焦距，比如14毫米的，那就是500除以14，大概就是30秒左右，就不要超过30秒，超过30秒，你放大以后你就会看到一根，它不是一颗颗星星了，而是一段一段的星星了。24毫米的，我们不要超过这个20秒。我们一般因为现在都像素都特别高，那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尽可能再小一点，不要比如我一般这个14毫米的我就不会超过25秒，24毫米的我就不会超过15秒。就是这个数值越小越好啊。我们也可以通过用大光圈的镜头，比如 f1.4、1.8的镜头去缩短曝光的时间，这样的话拍出来的信息质量就会更高。这是快门速度，然后光圈呢，那就是根据你镜头的情况啊，尽可能是最大的光圈。如果是一些比较老的镜头，它最大光圈它成像不太行，那我们就可以放次大光圈，这样的话这个。光圈越大，我这个镜光那个时间镜光量越多，这样把我拍出来信息更清楚。ISO 一般用2500到6400之间用比较多，当然也有可以用到12800的。这个根据具体的场景去定。如果这个天空特别暗、特别黑这个条件特别好，你可以用更高的 ISO， 这样的话拍的信息更加多、更加清楚。比如比较常见的组合就14毫米 ，ISO 3200，还有 8.8 20秒。但这个曝光参数不是千篇一律的所以如果你拍的地方那个天空不是那么黑，周围还是有一些光的话，如果按照我这些参数，可能拍出来就是很白过曝了，那怎么办？这时候就要降低曝光，否则你就会发现整个天空都是整个画面都是一个一片白的，那也不行，都是过曝了。但如果是特别黑的情况下，那我曝光就会少一点，曝光就可以多一点，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尽可能把银河银星的这些细节能够捕捉到，这样的话我后期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空间。然后我们推荐这个格式呢，是用这个RAW格式去拍摄，这样的话会有更好的这个后期空间。如果是用相机拍，它会有一个高 ISO 降噪和长时间曝光降噪这两个开关，这两个开关你要把它关掉。如果你不关掉的话，你发现你拍了一张银河，比如20秒钟，然后你看到这个相机一直在那处理，它也要花20秒钟去处理，你才能拍下一张，这个特别麻烦。还有这个防抖的功能你要关掉因为你已经上了3脚架了。然后拍的时候要用这个折方图来进行判断，你曝光是不是准确的。你不能直接看那个屏幕是不是差不多亮了，你就觉得已经 OK 了。因为在这个黑夜的环境里面你看到那个屏幕其实是很容易进行误判的。这时候你要通过这个直方图去判断它是不是已经曝光准确了。比如这张看起来这个银河是不是已经拍到了，但是这张是欠曝了。这个时候你看这个直方图，它的这个在这个黑，这个是黑的部分，这个是白的部分这个像素都堆积在黑的部分，也就是说它其实在它曝光不够比较完美的直方图呢，就是在中间，我们有几条
多报特别多，比较白，但是看着直观图很美啊，但最大的地方没有溢出啊，它这像素都在这一块里面，跟中间这一块，这样子的话，这张照片的后期我后处理以后，它能够获得银河的细节就会比这个要多很多。基本上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处理了。然后我们用相机的话，也是要用你的手动对焦的这种方式的，因为用自动对焦的话，当前的相机还是特别困难。你即使它能对上，有时候也不是那么靠谱。我们还是推荐用这个手动进行对焦。怎么对焦呢？其实是用用看屏幕啊，然后去扭动这个镜头的这个对焦板。如果你没对上焦，就是这样一个模糊的状态，每个星点都是一坨，都是一个出点。你扭动以后，你会发现很多星点它就变得很小很小。当然，当你到了一个最小的位置，你再往那个后面，它再变大的话，就说明你前面那个已经是对上焦了，你就找到最小的那个星点，边缘最干净的那个光源的时候，你就对焦准确了。因为拍的时候，因为相机它其实看不到这么多星星的，你只能找最大的几颗星星，很容易对上焦。这些就是用相机拍出来的这个星空银河的作品，这个是在这个桂林那个大内山上去拍的。这个是拍了一个银河的拱桥，这个不是一张就能拍出来的，这个是要拍了好多张，这样把它凸起来的。但是这个也是经过了后期的处理，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没有见过银河吧，实际观感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举前面的这个例子就是你在天上隐隐约约能看到有那个地方比较白就是可能如果是特别黑的那个天空，它可能就是看到这片比较白，拍出来都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有五颜六色，但五颜六色都要需要后期去处理的，大概是这样的，而且就是有时候我们没有经验的话，就会误以为是这时候你怎么去判断是不是银河？刚才讲到了，在那个天文通那个 APP 里面，它可以实时看到这个天空哪个位置有什么星星，是不是银星？你就通过这个可以知道这个是不是银河。那你可以拍一张看一下是不是云还是银河。前面是相对比较专业一点的，这个用相机去拍的。那我们现在手机很强大，我们有一键拍星空的功能就是它专门有一个模式叫什么绚丽星空什么这样的一个模式比如华为手机它就会有个绚丽星空的模式。这个 vivo 手机就会有一个也是有个星空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可以，只要你对准天空，架上三脚架，然后按一下，它就自动帮你调好参数，自动能够把整个银河拍出来，而且它拍的这个，它后期处理的过程还是很专业的。我们前面都是只拍一张时间拍的越长，那个星星就拉出一根线的不好看。手机拍银河它是有算法的，它可以连续拍多张，每一张它时间比较短，比如拍个几秒，然后它再把这几张照片再通过重新对齐以后再进行合成，拍出来的质量也是挺高的
所以我们用手机去拍，用这个专用的这个星空模式去拍，架上三脚架，对着那个比如在星图里面找到定个位置，对着天空啊，我们按下来，它一般会判断用个2到3分钟去拍摄，过了2、3分钟以后，你就看到它能够拍出一个很优秀的一个银河作品。当然你可以用这个专业模式，也可以拍出也挺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银河作品。就是手机有2种方式，一种就是专用的星空模式，另外一种就用专业模式。它的这个参数设置原理呢，跟前面用相机拍也是一样的。我们一般推荐用那个1x的那个主摄来进行拍摄，因为用长焦或者是用广角的话，它那个镜头还有CMOS， 它那个质量没有主摄那么好，所以用主摄拍出来的那个画质是最好的。白平衡跟刚才说的也是，大概设为这个4800K 是比较好看的。另外的话，快门速度也是，比如用那个0.5x的那个超广角去拍的话，那个时间就尽量少于30秒。如果是用主摄，它一般是1x23毫米的，那一般要小于20秒。这样的话就尽可能的保证拍出来的那个星星没有明显的一个脱线。ISO 我是用2500到6000差不多。如果你这个相机，比如是旗舰机那个比较贵的它的镜头就会光圈会比较大，这样的话你是可以用稍微低一点的 ISO， 比如1600、3200但是如果超广角，它一般都是2点几的光圈，那这样子的话，我这 ISO 就比高一点，比3200甚至更高。它也是需要一个手动对焦的一个过程。一般来说，就是因为你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不是那么好判断的一个星星是不是清晰，这时候可以用这个手动对焦的这里面，把这个对焦拉到最无穷远但是最无穷远它一般没那么靠谱，我们又往回拉一点，这样的话，就会更清晰一点。这个是用手机拍的，手机我们也是推荐用那个log式去拍，这样的话，我们后期有更多的这个处理的空间，就可以通过后期来实现刚才看到的那个大面山上那个5颜6色的这个银河。这个就是这个用手机拍出来的这个星空作品。这些都是刚才讲的用那个傻瓜模式，就是星空模式拍出来的。我们拍的时候，就是不能单纯的去拍一个单调的银河，我们最好要找一个前景，比如这个是一个望远镜这个望远镜，这个是。这个前面有一个房子或者是一辆车这样子的话，整个画面更加生动一些。比如什么灯塔或者是一棵树都是可以的这样有一个前景，这样的话整个画面会更好。或者是说，我也可以拍的时候，我站在前面我拿一个手机，把那个手电筒打开把手电筒打开，然后这样子也能就看起来比较高级一点但是这个过程中你就不能动，动了它就糊了这个也是也是有一些前景是拍的会比较好看。
就是我们除了拍这个是银星啊，这些都是银星，银河的中心啊，这些呢就是属于另外比如这个可能是冬季的银河，就是在银河星星没那么密集的那个方位。那这两个呢，就比如这个大小麦哲伦星座啊，它也能拍出来。这是在南半球才能看到的，在澳洲才能看到。这个也是上2个星期我去内蒙拍的，这个也是用那个傻瓜模式拍的一键出片。除了拍银河，其实也可以拍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星座比如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北斗七星，大家看出来是哪7颗星星没有？这个也是很清晰的，1、2、3、4、5、6、7颗星星这个就是北斗七星或者是在冬季的冬季的星空呢，它会有一个猎户座。猎户座是非常好认的，是它的特点就是猎户的腰带这里面有3颗并排的星星，非常好找出来。这3颗星星非常的整齐，这个也是比较容易拍到的这个就是猎户座的一个星云，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是猎户座的这个星云非常大的一个星云。如果用那个高倍的这个镜头去拍，然后你可以看到像蝴蝶一样很漂亮的一个星云。但这个需要那个相机去拍才能拍出来。就是我们可以刚才讲的，就可以用天文通或者星图这2个 APP 去找，用 AR 方式去找到比如银星的潮星星云这样子的话，这个就可以实时的找到这个天上的这个星星的位置。大家也可以找什么牛郎星、织女星这些都很容易找的。还有什么夏季大三角、冬季大三角这样子这个可以给小孩去科普一下。然后银河的处理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简单处理，也可以很复杂的一个处理比如我们拍的这个，刚才一直在推荐大家拍这个洛格式它就有更多的这个后期处理空间我们用这个洛格式可以做这个镜头的矫正、色温处理，还有做初步降噪、曝光调整，还有做一些正面的滤镜，去加强这个银河中心的这个亮度和这个对比度另外的话，如果更加复杂的一个后期处理呢，那我们可以拍多张以后进行一个对齐以后进行叠加，这样的话画面噪点就会更小。今天因为这个比较超纲了，我们就不讲然后还可以通过一些插件，比如那个 collection 呢，进行一个对银河的进行加强最后还可以对这个星星进行缩星，然后保留这个星星的这个星云的颜色我们主要是讲前面第一个 camera raw 处理就是在 PS 里面有一个 camera raw 的这样的一个插件，它是处理一个 raw 文件的。什么叫 raw 文件？就是它记录了这个最原始的传感器的这个信息它没有经过压缩，没有经过这个色彩处理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去重新调整它的这个色温它就是包含的细节其实是最多的。这时候我们一般就可以把这个对比度拉大，因为刚才看到了，直接拍出来的一张照片是比较灰灰的我们为了能够有这个比较明显的银河，我们要把对比度拉大，然后把高光拉回来一点，把阴影
然后把白色就是最亮的星星的那个颜色把它拉起来，主要是这些处理。这个有兴趣可以记录一下，可以拍一下。但这个是稍微比较高阶一点的这种处理方式。就是简单一点，如果你想拍到一个又不像老的这么复杂，就买一个这1-2年来比较新的手机，它会有一个星空模式。就一键出片就可以了。这个也是比较高阶一点的处理，就是要用这个工具来进行去处理，把这个银河的这个细节把它提出来。我今天就讲了。刚才讲的是银河星空的拍摄，还有一种题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天上的星星是一直在动的，绕着这个一个圆周来进行运动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运动的过程记录下来，那就是星轨。那我们就可以通过长时间去拍比如把这个星星半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运动的这个轨迹记录下来。如果用相机去拍，那就我们可以需要按照刚才那样的一个方法去拍很多张。比如我30秒一张，我这个1个小时，那我就可能需要120张这样子。然后我再把这些照片通过这个 PS 里面有个堆栈的一个方式，把它合成起来，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星轨的这个照片了。但因为星轨它只要留下大的星星轨迹就可以了，太小的星星这是不需要的。这时候你曝光，你可以在刚才拍银河的基础上再减少不少。比如 ISO 我不需要太高，我用200到800之间就可以了。然后光圈我也不需要太大的光圈。这个就是用相机拍的这个对大家来说可能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我们怎么用手机去拍这个星轨呢？这刚才没讲完，就是拍完120张照片以后，我需要在这个 PS 里面做一个堆栈处理，堆栈模式，执行一个最大值的堆栈，这样就可以把刚才这么多照片每一张都是，比如这张是跟这个星星划过来的这一点，下一张是这样的一点，这个就是把这些都拼起来，就实现了一条星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就是在 Photoshop 里面有个文件的脚本，很具体的把这120张照片都展露到这个堆栈，然后执行这个最大值，它就自动计算，可能根据你电脑的性能，可能需要计算几分钟、几十分钟，最后就出现刚才那样的一张照片。这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比较专业一点的这种处理方式那我们就是看怎么用手机去拍星轨这也是有闪光模式手机里面会有这个眩晕星轨的这个模式，能够一键式执行，也是找到这个模式比如这个眩晕星轨有一个时间慢的这个模式里面有一个眩晕星轨，华为就会有一个流光快门文件里面有一个眩晕星轨只要把相机架在3脚架上对准天空，它也会自动去对焦，什么都不用干，你就按下来你就让它一直拍，过了比如半个小时你想要这个线拉的越长，这时间就越多，根据你的时间的喜好你就可以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张照片了，非常的方便，不用做任何的处理，也不用做后期的过程。
当然，你看这张照片，你看为什么它不是没有看到这个圆心？就因为它这个位置不是向北面，但是像这张照片，为什么它是有一个圆心呢？因为所有星星都绕着这个北极圈、北极星来进行运动的。北极星这个位置基本是不动的所以我们拍之前如果要拍出这个环形的这样的一个星轨照片，我们首先要找到北极星是在哪里。北极星其实也是挺好认的，就是在北边大概上面就是这个位置当然你可以用那个星图去建筑那个星图，去找到对应的北极星的位置。所以我们一般拍星轨，先找到北极星在哪里，然后再对应的找一个前景比如一棵树，或者是一个房子，或者是一块大石头通过这样子的话，就是这种有一个圆形的、圆环形的这个星轨，就比这样的一个星轨要好看很多现在手机的性能也是非常的强，我们不仅仅能够拍照片，还可以拍这个星空的延时摄影，就是可以用手机拍出星星这个银河的这个运动这个是月光出来了所以看起来像那个白天了，其实是月光出来了。而且这都是快10年前的手机了，所以现在的手机应该比这个拍的还更好。这都是大概10年前的那个，也没10年前，Mate 40的那个华为Mate 40拍的。其实这个拍的过程也很简单，刚才已经讲过了，怎么用专业模式去拍这个星星那我们有一个叫延时模式，延时模式它有全自动的，这个是拍不到但是它也有一个手动模式。首先在这里面我们要选速率，也就是说我每个，它其实刚才这个视频就是它是有很多帧组成的嘛，每一帧大概就拍个20秒那我们这里面比如我们这里选了这个600x，就是20秒，每隔20秒就相当于是视频的1帧，就是大家知道视频一般来说是30帧就形成1秒的视频嘛，那我们1帧就拍个20秒钟然后这样的话拍很多帧，然后它会自动的会变成一个视频。另外的话，我们拍的是银河，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前面讲的 ISO、快门速度、白平衡还有对焦这些都要设置好。设置的方法跟前面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单帧就单张照片是一样的拍法。但是这个也是都是需要用三脚架来拍的，大家可以买一个小小的这种手机三脚架也可以，这淘宝也就是20-30块钱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就是萤火虫现在这个生态变得越来越好，在深圳比如在这个西冲。或者是说附近东莞的那个大岭山，或者是广州的那个华南植物园、大夫山，都可以拍到萤火虫，而且还是挺多的。一般来说呢，就是在4到6月份现在去拍的话，可能西周还有一般5月份就会很多。什么时候最好呢？就比如那几天天气特别闷。
或者是刚下完雨啊，就感觉很热很热，湿度很高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萤火虫出来的时候。一般来说就是天黑以后到大概9点半之前，这段大概1-2个小时的时间。从我的经验来看的话，就是7点半到8点多一点，这个是最高峰，后面的话就少很多了。它也是需要一个三脚架去拍的，或者是用一个大光圈的镜头去拍。为什么要用大光圈的镜头？因为大光圈的镜头有虚化的作用。因为比如我对焦对的这个位置，这个三脚架的位置，如果萤火虫不是在那个三脚架的位置，它在前或者后，这个萤火虫那个发出的亮光呢，它就不是一个点了，它是一个光晕啊，就会变得很大那个啊。所以的话，就用大光圈的镜头，越大光圈越大，它的光晕就会越大，就看起来就更显眼。所以就推荐用大光圈的镜头。如果我们用相机去拍萤火虫，方法跟前面拍星轨是有点相似的啊。我们首先把这个光圈放到最大，接着 ISO 呢大概是400到1600之间。这个主要是取决于你这个相机的这个镜头的光圈大小。如果你是很大光圈的，用400也可以了。但是如果是光圈比较小的，它8.8的，你可能用 ISO 1600，这个萤火虫的这个光斑亮度会更加亮一点啊。这个就是因为萤火虫的那个那个光斑亮度跟你这个快门速度是没有关的，它因为它是一闪一闪啊，它一闪也就是0.几秒的这样的这个水平，所以的话就取决于你的 ISO 的设置。也就是说，光圈加上 ISO 决定了你这个亮斑的这个大小。比如这个地方，因为萤火虫离我比较近，所以你看到了这个萤火虫这个斑点就很大。这后面的这些就是离我比较远，或者是说离我对焦的这根木头比较近，那就很小的光斑。然后快门速度呢，一般是4到30秒。这个快门速度呢，就决定了我拍的这个环境的这个亮度。如果你刚好有月光，可能你用4秒就够了；但如果你是一片漆黑，那可能要30秒。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它没有一片漆黑之前，你先拍，最后在合成的时候，你就用那张照片来进行，那亮度就合成就可以了。也是要手动对焦，就是对焦到你们拍摄的主体，比如一个房子，或者是一个小桥，或者是一个树桩，比如对的就是这根木头。白平衡也是有区间，也根据场景去定。如果色温越低的话，环境就会拍出来的话就会越蓝；如果是色温越高呢，会这张照片会拍出来越黄。这个也是用一种叫间隔拍摄的方式，就相当于让相机一直在拍个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会拍出几百张照片一张照片可能也就是几秒钟拍出几百张照片，每一张照片有的是完全没有萤火虫的，那这次照片你可以把它删掉。如果这张照片比如这张照片有这个萤火虫的这个已经留下来这张照片可能又是这个萤火虫，下一张照片又是这个萤火虫，你就把这样有萤火虫这个亮光的照片选出来以后，再做这个刚才讲的最大值堆栈的这样的一个 PS 的方式最后就合成出这样的这张照片这是相机拍的，这个是比较复杂的这个是我用相机拍的萤火虫的照片，这个是在那个东莞的大屿山拍的，这个是在深圳天文台拍的，这个也是大屿山拍的，这几张都是大屿山拍的。
大概7点半到8点，一般7点半就有了，就天还没有黑透的时候它就有了。一般就是也不要天完全黑透再开，天还有，你大概还能辨认出那个这些植物的时候你就拍，否则你拍出来一片黑也不好看。这个是在大岭山，你开车到4号停车场，就在停车场那有个牌子说这里可以看到萤火虫，就按照牌子去看就可以了。现在看天气还看不到，可能要是明年的5月份会比较好。刚才讲的是专业的相机去拍的，那我们手机其实也可以拍萤火虫。它的原理跟刚才拍那个星轨是一样的，也是用星轨模式，你就可以理解，一个萤火虫的亮点跟星星的亮点是同一个东西，它的这个处理的方式也是一样的，也是用3脚架拍个半个小时以上，它就可以出片了，也不用做后期的处理。有几张就是西充那边找了一个地方，然后一直放在那拍了个大概20分钟吧，那结果在前面飞来飞去，它每飞一个飞过去，它都能把这个记录下来，最后就成了这张照片。这个也是刚才在那个大岭山拍出来的。我拿针。还有现在手机拍月亮也很厉害，以前呢，它只能单纯的拍一个大月亮，月亮拍的这个很清晰了，旁边的景物呢，可能就是一片黑，根本看不清啊。这是最初的这个拍月亮的方式，但现在拍月亮呢，除了月亮清楚，旁边的景色它也可以拍得很清楚，它其实是手机做了。相当于拍了2张，一张是短曝光把这个月亮拍清楚了，还有一张是长曝光把这个景物拍清楚了，最后会自动合成起来的。这样子的话，就会有很多很好玩的玩法，比如华为的这个有一个防雨追月的一个模式，它就可以自动既拍月亮又拍一个景物。像用我手机它也可以用这个超级月亮或者立体月亮这个模式其他手机应该也有，我只是没有其他手机我都不是很清楚大家可以找一下，因为现在国产手机在拍照的性能方面是非常强了这些功能基本都有了。就我个人建议，如果你想拍一些风景拍得好看的各种，还是买个国产手机特别是买旗舰级的国产手机，它很强的。这个就是我在尼泊尔，就是有一天晚上在广场上看到一个月亮，就用这个模式去拍的，就比较搞笑的。但是如果你不用这个模式拍的话，你会发现，如果拍这个月亮很清晰了它不会过曝的话，这个下面全是黑黑，这个地方拍清楚了，这个月亮这里面就完全是一个亮点所以通过这个方式，这个模式可以玩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照片来。还有现在手机也能够拍极光这个更简单，就普通的拍照模式你是直接对着天空拍就能拍出来。当然，这个也是建议用这个主摄来拍，就是用1x来拍，1x的光圈比较大，而且它成像，它CMOS也会最大，它成像会更好。就一键用普通模式就能够拍出极光来。很简单，这个连3脚架都不需要都可以拍你拿稳一点它只要0.几秒就能够拍出这个极光的照片。当然，
然这个是需要到这个有极光的地方才能开算，比如到北欧、加拿大的北部。这是我的一些用相机拍的星空的作品，这个是拍的银星银星这里面这有个珊瑚星云，还有这个就是一条色彩。它这版画就是在银星旁边，它连这个就是在那个桃花湖，广东的桃花湖拍的，那个堤坝那个地方就可以拍。这个是我认为广东最友好的拍星拍一个地方，很舒适。它越高，它的影子其实更轻的。这个是在至少拍5张，甚至要拍7张，把它拼起来。这个是我在那个西藏的萨普雪山拍的，这也是有月光，然后这个雪山是很清晰的。这个也是在河源野猪上拍的，这也是。这个是珠峰，这是珠峰，这珠峰也有那个。那边也是有月光，但是也送了银河拍出来了。今天我的分享就这些，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公众号，我个人的微信，大家一起交流，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我们先合影一张，然后大家可以提李老师提问题啊。来，老师中间吧 ，CD。来，老师。这边开高一点。哎，好。捏个脚。上来一点点，这边上来一点。对。来，3、2、3、2，前。好了。谢谢。刚才的问题我们也准备了小语啊，提问的有一定数量的限制啊，可以翻译一下。说一说这个天文空那个怎么看那个星图那个星图上，调出来在哪个？是天文通下面不有一排图标吗？最后一个图标写的星图。然后大家注意，你吹冷进去它是不动的，不会根据你的这个手机的位置动的。然后你要点一下，这里面有个图标，这个圆圈那个图标，你就可以看到它会实时的根据你的方位去动。老师是这个吗？这个。
不是中间的这个圆圈。针是吧？对对对，你就可以看到在某个时间什么时候。选的是现在晚上。哦，这个我选的是晚上啊。它那个时间可以调的，下面可以调的。然后到晚上8点的时候，你看看星空是怎么样？对，白天嘛。对，白天看到是这样，你看不出什么东西啊，因为天上的那个星星你也不知道。到了这晚上，你把它往后面拖，你比如你晚上去看它就实时的当时是什么样子。这个白天只一般只看到了太阳在哪个位置。小程序没有 APP。那什么对角拍？不是这个是吧？刚怎样？你的有一个戳动那个地方怎么弄的？怎么出的这个？对，它是一对应的，就是一种 AR 的方式。APP， 根本通。还有一个应用叫星图，也是一样的。不过，我有一个这个天文馆，这个是类似的。类似的，一样的，对，那个一样对，有很多类似的这个应用。我只是举了这个例子，我以前都用星图那个应用，这天文通也可以。其实都可以，我今天就不做这个具体的推荐。是你这个讲出来。这个有华为的、vivo的、OPPO 的、小米的、荣耀的都可以。这旗舰机其实差不多。老师，你这个地方是你做的是一种？有的，这个是另外一个应用，那个是叫立景天气。你刚刚推荐的 APP 没有介绍？有，你刚讲过。在下午。对，这个就是有具体什么时候比如你看这个银河是什么时候出来啊？你看到没有？这个紫色的这个紫色的这个你看就可以看出来。这哪个？看你先找到你对应的一个位置，但这个是要付费的，所以它只有一个基本功能，如果要高级功能是要付费的。基本功能已经可以了，就是什么时候银星出来，什么时候下去这都有了。只是说换了个位置它就不行了，它要付钱。比如你在当前位置是没有问题的，比如我现在要查丽江位置是什么样的，那不行。但是你查深圳是可以的。对。对，实际上是已经找的。其实我自己也不是不想去苹果手机，它自己连开上面看会手机的效果。连开呀，你的那个手机后期是要加大之后，刚才讲的微商嘛，这个现在把它对。然后像华为那个手机，我看每个手机嘛都有那个星轨模式，对，星轨，对，它的手机嘛，对，合成一张，对。苹果它是非常张你要拿对，因为你要做后期微站处理，要 PS， 这还是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老师问一下，那个是华为手机的专业模式里面可以调光圈吗？华为手机的专业模式是可以调光圈的。我找不到那个。不是，这要看你的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现在有光圈可调的手机数量非常有限，只有华为的几款旗舰机才有光圈可调的功能。对，这个是开星空的，对，这里面有夜景这里面有。
哦，你这个手机我看看。他直接给刷钱，然后星空有了啊。看一下，应该没有。啊。这个就是设到的，这个是它的配色因为你所有的你的快门、光圈还有这个ISO 都是自动解决好了，就没有，还没有，不是那个自动补偿，那个补偿就没有。对，除非是你只限定了2个，然后再做补偿，第3个就是曝光3要素嘛，光圈、快门和 ISO。一个是可调，对，然后你用对，调来，对，让暗的更暗。对，就曝光3要素嘛。也要固定。对。苹果手机就是全这些功能都没有，都没有，都没有。华为那些对，因为国产手机基本都有，大部分都有。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没同时拍到，就是海量跟星星有什么差距是之类的？海量加星星，那可能就是因为拍星星一般时间比较长，都有几十秒啊，拍出来海浪的基本就是偏白，就是把它拍成雾状啊，所以我们一般不会用这种方式去拍啊。除非就是有这样的，就是比如你有一块很好看的礁石，比较大的礁石，把它作为一个前景，啊，然后你周围是那个海水嘛，啊，你就下面的海水都变成雾状了，但是看起来像云一样，啊，然后上面是个星空也是可以的，拍的方法跟刚才是一样的，没有区别。这里有一些技巧。首先，你最好找那个位置，光照到你，这是最合适的啊。因为我也去过洪崖洞，就是一般在下面的路边拍嘛，路边其实很多路边也是亮的嘛。这时候你就找旁边有一些灯光，你不要那灯光刚好在头上就跑出那死光光来啊，就是旁边亮的灯啊，然后刚好照在脸上，背景脸是亮的。